好，我们开始第10讲。在讨论基尔霍夫电压和电流定律之前呢，我们需要统一几个名词。我们将结合这个电路来说。首先的一个概念是支路。支路是若干彼此相连，同时又没有分叉的元件的整体。比如说，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这就是没有分叉、首尾相连的一个支路，这是另一个支路，这是第3个支路。由于这是一个分叉点，所以把这3个支路分开了。因此，在这个电路里，支路量是3。第二个名词叫节点。节点是连接3个或者更多支路的点。那么从这个图里很显然，这和这各是一个节点，所以我们有2个节点。第3个定义叫路径。路径是2个节点之间的支路。比如说，我们定义这个是节点 A， 这个是节点 B。那么节点 A 和节点 B 之间的路径可能就包括路径1、路径2和路径3。第4个名词是回路。回路是指的闭合路径，也就是说起点和终点相重合的路径。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很显然，这是一个回路，这是第2个回路。还有吗？是的，这是第3个回路。所以对于这个电路来说，总共有3个回路。那么有一种特殊的回路，我们叫做网格。网格就是那种与其他的支路没有交汇的回路。当然，它需要在平面电路里进行定义。关于什么是平面电路呢？我们在第2讲里进行过讨论。那么对于这个题来讲，大家看 L1 肯定是一个网格， L2 也肯定是一个网格，但是 L3 就不是网格，因为 L3 与这个支路进行了交汇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在有些其他的教材里面，任意一个两端的元件就构成一个支路。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方式的话，这是1，这是2，这是3，这是4，这是5，这将会有5个支路。2个元件中间相连的接线端构成了一个节点。那么于是呢，这是1个，这是2个，这是3个，这是4个，4个节点。所以根据不同的定义，一个电路的支路数和节点数可能会不一样。经过第11讲的讨论，大家会知道支路数和节点数不一样，将导致最终的方程数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并不重要，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来定义支路和节点，我们都可以列写出足够数量的方程，从而求解出所有的支路量。我们在这门课程里所采用的定义是这种方式，而不会采用这种方式。